美伊諒解備忘錄剛剛簽署完畢，霍爾木茲海峽航道上就出現了久違的燈光。6月19號，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發出通知，按照規定申請的船只可以通行海峽。乍一聽是期盼已久的喜訊，但緊接着又潑了一盆冷水。6月21號傳出消息，伊朗軍方再度關閉海峽。倒有媒體提醒，即便之後徹底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也面臨着很多的問題。部分水域仍布有水雷，全面排雷清障還需要一段時間。也就是說，海峽開了個口子，但要安全通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来到今天的謝飛觀察。2月28號呢，美以聯手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之後呢，伊朗很快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並在航道上布滿了大量的水雷。這條承擔着全球大約20%石油海運貿易的咽喉要道，那就此中斷。那麼在4月中旬啊，美國呢是加大了对伊朗的这個海上的封鎖力度，雙方呢就海峡控制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那航運數據表明啊，在危機期間，這個海峽油輪的過境量下降了90%以上，近500艘的各型船只在波斯灣內外是進退兩難。那經過幾輪的這種艱難談判之後呢，雙方於6月17號達成了一份包含着14項條款的諒解備忘錄。那麼其中啊就規定，伊朗要在60天之內保證商船的免費和安全通行。那美國呢，则逐步的解除海上的封锁。那第二天啊，就有25艘商船穿過海峽創造了這個4月份以來單日通行的一個新的記錄了。但是呢，這個紙面上的開放和航運業所期望的這種全面的復航之間，有着一道實實在在的雷區啊。那這不是比喻，而是現實。就是字面意義上的雷區。那同時呢，这個6月21號呢，霍爾木茲海峽呢再度關閉的消息，讓船農們剛剛放下的心又給提了起來啊。國際獨立郵輪船東協會海事總監就表示說，目前呀，海峽內還有大約80枚水雷沒有被清除橫穿中部的這個主航道實際上仍處於封閉狀態。那麼他就打了一個很形象的這麼一個比喻，說目前的情況就相當於一條高速公路，那中間的這個主車道全部就被堵死了，所有的車都只能擠在狹窄的应急車道上，慢慢的蠕動。那4月初美方情報評估當中提到的是至少10幾枚水雷，你看前後的數字相差很大，那說明戰場形勢比人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這個水雷數量和這個分布情況也在不斷的變化。那很多船只呢，最後就只能被逼到狹窄的地方，碰撞的風險隨之增大。航運界呢已經多次發出這種安全的警報了。排雷是海峽復航要過的第一道坎兒，那也是最要緊的最危險的一道坎兒。那掃雷作業呢有一套嚴格的這種標準的流程首先用專業的聲納系統呢對海底進行這個全面的掃描。初步確定可疑爆炸物之後，放出裝有高清攝像頭和專業傳感器的無人潛航器。那靠近目標呢進行確認是否為真實的水雷。確認之後呢，由操作人員遠程控制在水雷周圍放置這種小型的爆炸裝置，遠距離引爆水雷。那整個過程呢，对這個裝備性能以及操作人員的技術水平，它這個要求應該說是非常之高。但是伊朗方面呢，之前已經公開承認，在布雷时呢太過倉促了，點位記錄的很混亂，就連自己都無法準確的定位所有的水雷的位置。那這就給這個後邊的這個排雷工作帶來了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很多國家站了出來，承擔起了聯合掃雷的責任。那早在今年的4月份，英法兩國呢就開始籌備多國的聯合護航聯盟，目的很明確，清除航道上的這個水雷的隱患，給滯留的商船提供安全的保障。那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大約20個國家承諾給予行動實質性的支持。那其中呢，這個德國的加入尤其值得重視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呢，在6月18號表示說，德國的海軍已經派出了這個掃雷艇到
紅海地区準備參加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排雷的工作。那麼德國的掃雷艦隊主要呢駐紮在波羅的海的基爾港，那麼有大約12艘的這個獵雷艦艇，掃雷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那麼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實行謹慎防衛政策、有意避開海外軍事活動的一個國家來說，那這一步邁出的並不算太小啊。那但是說到底，這份谅解備忘錄只是一種臨時過渡的安排，那真正的核心矛盾還隱藏在後邊。那麼也就是說，60天的免費通航期之後怎麼办？那伊朗已經公開表示說，以後呢会向经过的船只收費。那麼伊朗方面認為呢，这个海峽的管辖權是戰後博弈當中自己的一張王牌，輕易放手就等於自己斷送了後路。但是美國方面一直堅持海峽要永久免費開放，那廢話呀，這個打仗之前是免費開放的，打之後反而收費了，那你美國就是打輸了呀，對吧？他臉上掛不住。所以呢，雙方各執一詞，核心分歧還沒有解決。由於局勢一直很不穩定，所以呢，航運的保險費率已經由衝突前不到船舶價值0.1%的水平，上漲到了現在的1%到4%。那麼按照這樣的比例來計算的話，一艘價值2億美元的超大型的郵輪，單次通行的保費就可以達到數百萬美元。這麼高的成本，直接把大部分船東拒之門外了。勞氏日報呢總編說，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航運秩序呢，今年內很難恢復到正常水平。因此諒解備忘錄的這個簽訂只代表了局勢緩和的第一步。80個遺留水雷要多久才能全部的清除呢？那多國的聯合掃雷行動能否順利進行？會不會出現什麼問題？60天的這個過渡期結束之後呢，海峽通行管理機制又怎樣實施呢？問題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前，全球的能源供應鏈就一直存在着風險。那麼長達108天的封鎖已經充分證明了這條狹窄的水道所牽動的不只是美伊兩國的神經啊。好了，感謝收看這期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點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